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最近我听到很多朋友在讨论炒包菜，直接下锅炒，炒出来的口感不脆嫩，很难吃爽。其实炒包菜是有小窍门的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个小窍门，保证你炒出来的包菜清脆爽口，酱香浓郁，非常好吃又下饭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一个新鲜的包菜，先横切几刀，然后再竖切几刀。在切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完全切断。再下手将包菜稍微搬散开来。这底部的菜帮部分不容易分离出来，它比较坚硬，口感不好。我们可以把它留着用来炖肉吃。把切好的包菜直接放入清水中，加入1勺的食用盐，搅拌一下。用盐水可以帮助去除包菜表面的泥土和杂质，保持蔬菜的干净，可以浸泡出藏在包菜内部的小虫子，让包菜更加脆嫩。将它浸泡1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条胡萝卜，把它切成小块，它的脆甜与包菜的清香相结合，带来丰富的口感层次。胡萝卜的橙色和包菜的绿色搭配，让菜肴更加美观，增加食欲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块五花肉，把它切成片。它的肥美和包菜的清脆形成对比，使得整体菜肴在口感上更为丰富。五花肉的油脂能增加包菜的鲜美，而包菜的爽口又能平衡五花肉的油腻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大蒜，把它切成片。准备一块生姜，把它切成片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小葱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小把红薯粉，把它放入碗中，倒入开水，把它浸泡软。泡软后，把它控水捞出，放入碗中。先把它剪短，红薯粉的滑嫩与包菜的脆爽相结合，能创造出有趣的口感层次。加入一点点老抽上色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提前上色，等一下在烹饪的时候更好的操作。然后再淋一点食用油，等下锅的时候，红薯粉就不会坨了。现在我们的包菜已经浸泡好了，用清水多清洗2遍。清洗干净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2个鸡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提前准备好烧开水，加入1勺食用油，1勺的食用盐，先把它们搅拌均匀。然后把包菜放入锅中，焯水30秒，这样保持包菜的水分，使包菜更清脆。千万要记住，时间不能太久，就容易过熟了，就会失去了包菜脆嫩爽口的口感。把包菜焯烫至变色就差不多了，迅速的给它捞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再把胡萝卜放入锅中，把它焯水1分钟左右。
因为胡萝卜也比较难炒熟。1分钟后，把它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再起锅，倒入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将五花肉放入锅中，用小火慢慢煸炒，把五花肉中多余的脂肪慢慢煸出来。继续翻炒，直到五花肉微微卷起，颜色变得略微发黄，并且表面有些微焦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姜蒜片加进来，把它翻炒一下，再加1勺黄豆酱，快速的翻炒，炒出酱香味。接着再把包菜放入锅中，胡萝卜也加入来，粉丝也加入来，快速的翻炒均匀。把它们炒均匀后，加入1勺的蚝油，半勺的食用盐，半勺的鸡粉，继续快速的翻炒均匀，将包菜炒至入味。最后把葱段加进来，继续翻炒几下。就可以了，出锅了，装入盘中。特别美味的家常小炒包菜就做好了。包菜搭配胡萝卜粉丝炒出来，入口既有胡萝卜的甜味，粉丝的爽滑，又有包菜的清脆入味，带着一丝丝的鲜甜，酱香浓郁。特别是融合着五花肉熬出来的油脂，层次分明，非常的下饭。平常不知道做什么吃什么的，像我这样炒上一锅包菜，米饭都能多吃2大碗。炒包菜虽然简单，但只要掌握了火候与调味，就能做出令人垂涎的美味。无论是作为配菜还是主菜，它都能为你的餐桌增添色彩与营养。挑选包菜时，观察包菜的叶片应该是紧实、饱满的，如果叶片皱、干枯或有明显的损伤，就不要购买。底部的根部应该是干燥的、无黑点的。避免选择有霉斑或腐烂的包菜，用手轻轻按压包菜，如果感觉到紧实而有弹性，说明包菜新鲜。过于软的包菜可能已经过熟或变质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